第五品如理实践分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以身相得见如来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以身相见如来否？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学佛的人不要住相，不住相布施。先说明不住相布施的福德，这个智慧成就的功德，智慧是无比的大，无量无边。现在进一步真正告诉我们怎么样见佛。我们大家学佛都想见到佛。他对须菩提说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你的意思怎么样？可不可以以身相来见佛呢？佛经上说，佛有32相，与我们一般人不同。佛有80种随行好，比如他一出来可以放光，这个我们做不到。佛手一张开，手指与指头像帘子一样是连着的。他的舌头吐出来可以抵到发根，各种各样不同，每一种相有每一种相的功德，多生累世修来的。比如人拿花香来供佛，来生变得漂亮。小姐们要注意，衣冠供佛，来生不怕没有衣服穿，而且身体健康。多拿医药来布施，来生一辈子不会生病。前生吝啬医药的布施，这一辈子多灾多难多疾病，种种都是因果报应。所以佛为什么得到32相80种好呢？这是果报来的，因为他多生累世都在止于至善，都在修行，所以有这个福德身相。这是讲他活着的相。这里佛说，你可不可以用有形的形象来看佛呢？这是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的问题。须菩提答复世尊，不也，世尊。要注意，佛不是可以以形象来见的，拿形象来见佛就错了。那么你也许会说，庙子里为什么弄个偶像拜呢？那不是偶像啊。真正的佛同其他许多宗教一样，是反对拜偶像的。那为什么画的佛、树的菩萨可以拜呢？答案是4个字：因我你语。因为我的形象存在，你起恭敬心。那个像是一个代表而已，你这一拜不是拜我，是拜你自己。你自己得救了。任何宗教最高的道理都是一样，不是我救了你，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。你这一念真诚的恭敬，不要说画的真佛，就是拜一个木头，拜一块泥巴也罢，沉静的一念专心，你本身就成功了，就得救了。这叫因我你女，这并不是拜我。佛说的是拜你自己，你自己的心，你的虔诚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什么道理呢？那个真正不生不死的身，不是这个肉身。肉身还有生死，修持活到1000年，最后还是要死。比如说，佛教里头有一位禅师叫做宝藏千岁，活了1000年，在印度活了500年。因为没有悟道，晓得将来大乘佛法要到中国，先到中国等着，见到了达摩祖师，又在中国活了500年。大陆上好几个地方都有他的庙子，名字叫宝藏和尚。所以长寿的人是有，那是肉身的相，还不是不生不灭的。肉身尽管长寿，终有消亡的一天，而永远不生不灭，并不是这个肉身相，那是法身。那个法身不能拿形象来见。所以佛接着嘱咐我们一句重要的话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4句很重要，要特别注意把握。凡是你有什么境界都是假的，凡是你修得出来，不修就没有了。你说打起坐来有境界，不打坐就没有了。境界是相，凡所有相都是不实在的。怎么样见到真正的佛呢？见到法身才是真正与佛相见。若见诸相都不是相，这里不是讲空，一般多解释成空。佛只说若见诸相非相，非相是什么，并没有给你下定论。所以一般人念金刚经，如果在这里下个定论，认为是空，那是你的想法，不是佛说的。
佛子说，若见诸相非相，你就见到佛了，见到佛的法身了。重点是佛子告诉你非相，并没有告诉你空，道理就是无所住。佛说不应该以身相见如来。我们晓得在佛学里，成佛可以得到三身，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清净是法身，圆满是报身，百千亿万形象不同是化身。我们推开佛法的立场不谈，专从佛学的观念来看，法身就是本体，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借用现代的观念来说，就是一切的能源。报身是所谓的现象，所谓不可以以身相见如来，就是不要把现象当作本体。至于化身，那是它的变化。换句话说，法报化三身，拿哲学的观念来看它，就是体相用。宇宙本身有，宇宙中一切的事物，它本身都有体相用。比如水是体，水泡了茶，茶是它的相；做了酒，这个酒也是相。不管是酒是茶是冰激凌，那个水本身性质是法身，是体。同样的一个水滴，变化各种不同的现象，那是它的用。在理论上，这是我们必须先要了解的法报化三身。在佛法里讲，修持成功的人，禅宗所谓大彻大悟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无是无什么呢？是宇宙万有生命的本体，是法身。也是《心经》上说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《金刚经》开云阶所说云何得长寿，金刚不坏身，也是指法身而言。一念不生全体现，也是指法身，法身是无相的。至于圆满报身，就是修持方面。前面我们也提到，佛有32种特殊的相，有80种随于特殊相所生的随心好。这个就是说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得道的人，父母所生的他这个色身就转了。这个报身也是肉身。为什么讲他的报身呢？一切众生所有身体就是报身，一生过得非常舒服，样样好，享福一生，是他善报所得的报身。有的人很痛苦，很艰难地过这一生，这是他过去所做种种不善之因，招致有这一生的这个报身。至于修道有成就的人，这个报身就转了。道家一般观念所讲却变延年，长生不老，就是报身转了。报身修道完全圆满时，整个的人脱胎换骨，就具备了一切神通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。所以说圆满报身非常难得。一般道家所讲修气修脉，打通七经八脉，与密宗所讲修通三脉七轮等，多半侧重于修法身上着手。至于报身成就了，修到身外有身，这个肉体以外，同时可以有另外一个身体的存在，那就是化身的作用。这是大致上法化报三身的情况。普通一般学佛的人，在理论上所走的是法身的路线。密教号称三身成就，因为三身成就的人学佛才算真正到家。三身成就另外一个名称也叫寄生成就，需要所有的戒定慧，所有的修行去转化父母所生的这个四大色身，要把色身完全转化，才修到寄生圆满成就。西藏的密教除了供奉释迦牟尼佛以外，还供奉莲花生大士。据说莲花生大士是释迦牟尼佛过世8年再来的，他为显教教主时是父母怀胎而生，可是他认为显教时候重要的修行方法没有讲完，所以再转生而来，成为密教的教主，并由莲花化身。当时印度一国国王夫妇没有孩子，很难过，夫妇就在御花园里赏莲花。突然一朵莲花中央长高长大，莲花泡中跳出一个小孩，有血也有肉，就是莲花生。后来他继承了王位，成为太子，18岁成就。过去在西藏，每年有一个全国性的护摩法会，是一个宗教仪式。护摩的仪式像拜火教一样，什么东西都拿来烧，有些妇女自己头发剪了都丢进去烧，大火连续7天7夜。一般人围着火光念莲花生大士咒，
往往看到他骑一匹白马，在火光上走一圈就不见了。据密教传说，莲花生大士是密教的教主，不像前一生走涅槃的路子，所以骑白马腾空而去。当他亲自现身时，永远是18岁少年相，没有变过，偶尔会留一点小胡子。这个就是说明报身的成就，修成而永远存在，也就是道家长生不死的观念。所谓与日月同修，天地同岁，这就是报身圆满。当然报身修成以后，自然化身一切神通具足，所以要修到寄生成就，才算真正的学佛圆满。